自此伊始，受李氏、真娘为徒，受其制墨之道。见你干都是干，只要能制墨，学好手艺就行。哎，曾大师傅，近日又收了一批学徒，您瞧瞧。锤墨要的是力气，其他墨工都穿着汗衫，你为何不穿？我不热，用不着。是不需要，还是不能？啊，用不着。果然是个丫头，女子不能制墨，你尽管败坏行业规矩，败坏我骆家名声。谁说女子不能制墨的？这不过是口口相传罢了。哪本书上有成文的规矩说女子不能制墨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，坏了规矩还嘴硬。好，那你就跟我去文会，辩个清楚。来人，带着丫头跟我走。干嘛别碰我？我自己能走。胡会长，诸位墨业当家，今日便替我骆家来评评理。这丫头竟女扮男装，混入我骆家磨坊，败坏祖业门风，实在有辱行业门楣。我今日方知，你曾一品已经可以代表我骆家主事了。大少爷，我伺候骆墨多年，自然与骆家共荣辱。好一个共荣辱！李真，你一介女子，怎可如此女扮男装，混入磨坊，成何体统啊！你丢尽了李家的脸。请东叔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我早已被除族了，我就算丢脸，跟你们李家有何干系啊？好了，既然是来文会辩理，文会自然会给你们一个决断。胡会长，我们徽州墨业素来有女子不得制墨的规矩啊。这不过是口口相传的陈规罢了，并非是落笔成文的定论，如何作为约束？我曾听闻，这骆家姑姑骆梦珍于墨氏有经世之才。如今这骆墨沿用至今的和墨技法，便是出自骆家姑姑之手。我想请问曾大师傅，您在骆墨这么多年，难道不曾用过骆家的和墨技法吗？既然用过，一边用女子创办的技法，一边又口口声声义正辞严地说女子不可制墨，真是自相矛盾，忘恩负义。我知道李姑娘剑松变墨一把好手，今日方知这张嘴也不遑多让。这忘恩负义啊，哎呀，说的是真好。我以为制墨讲的是天赋，制得出一方好墨，那管他是男是女，是人是狗呢？家有家法，行有行规。如果猫猫狗狗之辈都能制墨，那我们徽州墨业岂不是反了天了？那你是担心自己的天赋不够，还治不过这些猫猫狗狗？骆大少爷慎言，你拿我与他相比，我是墨业正统。何为正统？制得好墨那叫正统，治不得好墨，数典忘祖。你说说，李姑娘的墨制得如何？回大少爷，他听说荣娇确实学得不错。哎，一句实言。李姑娘也曾来潘家磨坊，听大师傅说，雕版倒是不甚擅长，但十分刻苦。李姑娘，劳烦
伸出左手。哎，没事，给他们看看。展开，高举，再高。在座的诸位都是制墨行家，要说这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，全在那手上，仔细的看看。想必诸位富贵人当久了，这手生了福气，也脱了老茧，生了新肉了吧？都。我们便给甄姑娘一个机会，她已经习墨有些时日了，不妨就让她制出一块墨来。到时候，大家伙一同瞧一瞧，评一评。倘若甄姑娘果真有制墨天赋，墨业就不能埋没人才。哈哈，三爷言之有理。甄姑娘，你可愿意？胡会长，诸位墨业当家，这便是我做的出新墨。这墨一瞧，便知烟台烧得老了，捶打也不到位，制得甚是儿戏。不错，此墨既无商货之貌，受不得高价，又无传世墨意，制作稀松平常，在加墨济济的徽州，着实登不得台面。粗制滥造，这要是我制的墨，我都不好意思进文会的大门。我还以为你会叫八爷帮你。胡会长，来品品这方成墨，有如此的胆识，得此一个成字，倒叫我高看你一眼。这用料普通，制法粗糙，只能算是下品墨。看来李真姑娘以后就……胡会长，我给甄娘出的题，墨也不拿给我瞧瞧？哈哈，三爷。甄娘，你且说说，为何做这方制法简单的墨呀？之前你就应该晓得，这样的墨可入不了墨行诸位老前辈的眼啊。我知道，因为更好、更复杂的墨，我做不出来。这也是眼下我能制出最好的墨了。我也想过，添加名贵的用料。可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合墨。既然往上不成，我便想着，那便做一方简单又实用的墨也是不错的。这便是我的初心。制不出这样的话，你也说得出口？还初心？我看你简直是丢人现眼。是我实力不济，我承认，在座的诸位皆是墨业的前辈。看不上这方墨也是情理之中，可是于我而言，我已经尽了全力，担得起问心无愧这4个字。这方墨虽然实属下品，但好在颜色够黑，造价低廉。这无论是坊间记账，还是小儿习字，未必不是一种更优的选择。于此一途，我自认我没有违背自己的初心，故而也不觉得悔。甄娘已经知道今日结果了。最后还请三爷爷将此墨赠予他需要的人，也算是一尽它的价值。
我问了磨坊的管事，说李珍姑娘初进磨坊学墨不过3、5月之余。敢问诸位在座的，初学墨3、5月之士，能否制得出这样一方你们口中所谓的劣墨啊？是啊。文松之言，让我想起初入墨行之时。习墨2载，2载啊，才制出平生第1方墨。要说成色嘛，也不过如此。那即使如此，李珍姑娘此时此刻，这一方墨不能不算是一方好墨。诸位制墨制得久了，莫忘初心才是。再说了，诸位管得着李珍姑娘制墨不制墨呢？我若是李珍姑娘，我都犯不着接下这一桩考验。我制我的墨，管那么多做甚？诸位如此百般阻挠，是因为心生畏惧，怕有朝一日李珍姑娘制墨大成，以女子之身强压诸位一头，丢失了颜面不成？我们会怕一个黄毛丫头？笑话！那既是如此，此事无需在意。我今日在七嫂面前求一个恩典，允我教真娘学墨。何须求啊！我等你这句话，等了许久了。爷爷，您这是？真娘，你过来。制墨之道艰难险阻，你可吃得了这苦？真娘愿意吃苦。好。祖师爷在上，李氏制墨后人李金水自此伊始，收李氏真娘为徒，授其制墨之道。望祖师爷有其学墨一途，一路昌顺，不负初心。